大家好，这两天的股市波动真的是非常厉害，上上下下的非常恐怖。很多朋友也是今年才开始投资的，所以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波动，心里也非常紧张。这两天我一直在看巨头的财报，还有电话会议，包括谷歌、特斯拉、Now、JEV、诺基亚等等的，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市场其实都没有给它解读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都连起来，就能看到一个更加大的画面。所以短期会有波动，但长期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强调一下，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里面提到的各种的股票还有 ETF 都需要深入研究。我们快速过一下现在影响市场的中短期因素。这两天布伦特原油冲到$100，全球飞行航运图显示，美军现在的飞机也大量往返中东和欧洲，加上川普发出来的信号，非常有可能川普是要升级战争，所以接下来大事要发生了。现在石油价格暴涨，让市场推测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而美债的利率已突破了 5.1%， 日债利率也持续上升。无风险国债利率一旦上去，企业的融资成本一下就会提高，所以中短期这都是一个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些企业是没有盈利、亏损、负债特别高的，他们就跌得特别快。这些没有盈利的股票都属于一种概念股票上上下下的心脏都受不了。现在的宏观指标的杠杆也是太高了，上一集就讲过这个杠杆泡沫需要3个月的震荡才能下去。第二个就是现在的美国机构持仓也是维持在高位84，还没有出现1月份到3月份那种害怕战争就直接的把仓位砍下去那种感觉。现在就是出现一种整个市场是比较高位、比较危险，但是大家又不想逃跑又不想错过突然反转暴涨的感觉，就是这么微妙给你危险又给你希望。所以中短期8月份到11月份我都认为是少动多看，淘汰那些纯 PPT 理念没有盈利的股票，从长期的趋势中寻找一些被错杀的。之前半导体已经跌过一波了，这两天谷歌、特斯拉巨头又开始跌，哪些是被错杀的，就需要从估值的数据和基本面来判断。有的朋友就给我留言说，发现我是一个左侧交易者加长期投资者，就是在优质公司在大幅下跌的时候就大量买入，然后长期拿着存股。这个其实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说我住在新加坡，因为时差的原因是无法在晚上看盘看到凌晨1、2点那种的，11点前就睡觉了。所以我不能像和普通的交易员一样频繁买卖，所以买股票都是研究好一个公司，如果真的好就不断的存股。我在买之前都会研究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它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产业的发展方向，它的估值是不是合理。每个人的投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喜欢加杠杆、短期的快进快出那种的，只要是你每年都能坚持赚到钱，而且睡觉睡得都比较香，跌了也不怕，那就是非常好的策略。我现在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大幅下跌的时候我都补了什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经常用的 investing.com， 它里面有个公允价值功能。海力士、美光、SNDK 现在都跌到了公允价值，我这个时候买入心里是比较有底的，短期他们的估值都是偏低合理的。分析师公允价值是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有大幅上涨的可能。现在记忆体的股票比较复杂，有些公司它是只卖 DRAM 的，这些是周期性的产品。但是还有另外一种产品，就是 HBM 高宽带内存，他们现在是必须和谷歌、英伟达还有其他的厂商一起研究定制的，它属于一个半定制的产品，而且有长约。在这方面，这些记忆体公司他们有一大部分业务它就不是标准的周期性股票，所以现在整个市场还没有统一，所以这里就存在认知温差。我认为现在这个记忆体是非常好的。再回到这个公允价值，之前涨得比较猛的被动元件的国巨当时它的最高的公允价值都是显示下跌 40%， 这个就是警示信号一旦遇到市场转向，下跌都比较惨烈。所以新手朋友一定要有一个估值工具，否则你就不知道哪只股票现在是高位疯狂冲进去，而现在下跌，股票又进入了一个估值合理区间，你又恐惧不敢买，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无限轮回成为韭菜。除了科技板块，我还持有一些其他的估值比较合理的股票，比如摩根大通、礼来、强生、DBS， 这些都是一些蓝筹大公司，比较无聊。其实投资的最终归路还真的就是回到这些老登蓝筹股这个可能和年龄有关。如果我到了60、70岁脑子转不动了就真的不看科技股了，天天小作文鬼故事，心脏病都犯了。所以投资的最终归宿还是巴菲特的风格，蓝筹股 VOO、SPY 等等的。
现在正好是碰上了这个 AI 的科技革命，而且我还年轻，大家都年轻，所以科技股的仓位我自己还是占大头的。想跟师傅学投资的朋友，可以用一下 Investing Pro 中的 ProPix AI， 全世界的股票投资策略都有，击败标普，美国的13年收益11倍，到现在年化收益 20%。它是和 AI 和人工专家选股，每月1号调仓，右边还可以看到他持有的20只股票，下面可以看到他买入和卖出的理由，还有专业的报告下载。我的投资理念和他一样，都是随时持有20只以上的股票，看的是整体的收益，好的股票就留下来，一直存股，看走眼呢就踢掉。最厉害的是台湾晶片冠军，11年20倍，每个月1号跟着他调仓，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有问题问 Warren AI， 它里面有全球股票10年的数据，你可以问哪些股票现在是避险的，哪些是股票推荐的，强生、可口可乐等等的都是强烈买入。这个工具我每天都在用，7月特价，用我的链接购买可以有 60% 的优惠，再加 15% 的优惠，真的不贵，就剩几天了，下个月就涨价了。Investing.com 也有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股票的新闻，但最好用电脑版本功能最全。前面我们讲了一些战争加息这种的短期的因素，长期来看10几年、20几年，整个股市加息战争多了去了股市还在上涨。这里面就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里面的公司是不是每年都在赚钱，而且每年都是一直在增长，每年都有 20%、30% 的增长率，这个就是支持股市上涨的一个根本的元素。就像现在最大的主题 AI， 如果 AI 能够长期给巨头和其他企业带来一些持续增长的收益，公司盈利持续提高，那么像谷歌、微软这种的巨头资本支出，那就是一种可以忽视的短期原因。现在 AI 到底赚不赚钱，这个线索其实在这几天的财报里面全都有。谷歌昨晚大跌，财报说资本支出创了历史新高，自由现金流干了负的59亿，这个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现金流转负。他还预告全年的开支要从1900亿上调到2000亿，这个一下就救了半导体股票。特斯拉也一样，资本开支翻倍到58亿，自由现金流是负的11亿营业利润从 4.1 一直跌到了 1.4%， 算下来他卖一辆特斯拉汽车可能就赚几百美元，特斯拉跟着就大跌。这里面就有一个核心的逻辑问题，既然这些市场都在担心巨头砸钱会让现金流变差，那为什么这些巨头还接着投？难道这些谷歌、Meta 公司的 CEO 都是傻子吗？难道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现金流在转负他们其实比谁都清楚。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在于他们傻不傻，而是在于我们看到的和他们看到的不是同一件东西。而这些重要的信息在最近发布的各家财报里面，他们是可以交叉验证的。我就给大家拆解一下谷歌和软件公司 ServiceNow 的财报，看了大家都知道。谷歌云的这一季的营收是248亿美元，同比暴增 82%。更关键的是他们的利润率，谷歌营业利润率1年之内从 20.7% 直接飙升到 35.6%，大幅上涨。大家要知道，云计算是重资产的生意利润率能在1年里涨15个百分点，这个在行业里面是非常罕见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谷歌投下去的每一块钱一上线就被其他的企业高价买走了。这个不是在烧钱，就是1块钱能赚2块钱的生意。所以他现在赚了1块钱，他就投2块钱。财报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硬的数字，就是谷歌云未完成的订单，也就是已经签了还没有交付的这个订单累计达到5140亿美元。这里面有超过一半2000多亿，在2年之内就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营收，就赚到自己的腰包里了。谷歌的这个财务长就说现在是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产能不够，而不是需求不够。所以谷歌要继续投 AI， 他看到的这个 AI 可以帮他们成倍的收入增长。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是谁在给谷歌订单？为什么他没有完成的订单可以达到5000多亿？这个就要看一下 ServiceNow 这个股票的财报。ServiceNow 这个公司代表是 AI 的应用端做软件的，它真正的就是把这个 AI 装到软件里去帮企业去干活，然后呢收企业的钱。它的 AI 相关的合约价值突破了10亿美元， AI 新增订单季度环比增速超过 40%。它里面跟它软件合并一起的这个 AI 产品，能自动解决企业 80% 到 85% 的这个 IT 服务的请求。在过去9个月里，使用 ServiceNow 里面 AI 数据的客户数量暴增9倍，它的自由现金流的利润率也达到了 35%。所以这个 ServiceNow 整体的营收没有被 AI 打败，而且它的营收还提高到 39.9亿美元，年增 24%。
有一个选股的规则，就叫 Rules of 60，就是利润率加营收增长，它是要接近60，就说明他们是非常顶尖行业的顶尖公司。那 ServiceNow 作为一个软件公司，它不买各种的硬件，它的 AI 在哪里运行？它就是在运行在谷歌、微软、亚马逊的这个 AI 和云计算机里。大家现在就把这两个财报放起来一看，逻辑一下就通了。上游的谷歌云，它证明这个算力是供不应求的，可以卖出高价。下游的 ServiceNow， 它证明这个企业真的是愿意为 AI 掏钱。下游的企业，普通企业，它愿意买他们的 AI 服务。所以这个钱源源不断的从这个企业转到 ServiceNow 这个软件公司，然后 ServiceNow 再转到了谷歌，然后谷歌又拿这个钱去买更多的硬件。谷歌现在觉得赚1块钱，它有2块钱的订单在外面等着它，所以它就愿意把这个现金流给它做成负的，赶紧的去买更多的这个 data center。从这里面看，这个 AI 现在没有泡沫，已经产生了一个赚钱的正循环，但是市场没有看到啊，所以下跌了。谷歌现在的现金流看起来非常少，就是因为他觉得盖数据中心不够多不够快。如果把这些数据中心都盖完了，算力都上线了，那他积压的5000多亿美元的订单不是马上就转成利润了吗？变成现金流了吗？负的现金流就是战略性亏损是在拼命的抢地盘，修护成河。最近 Kimi 3出来了一下，然后把华尔街又吓懵了，股票下跌。但是现在一看发现，这 Kimi 3要运行起来需要60张 GPU 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市场短期是跟着情绪走的，都是不理智的。现在市场就是被恐惧支配，一有风吹草动就疯狂踩踏砸盘。要做投资就不能被这些恐惧传染，我们要反过来利用它的恐惧。现在的市场情况还没有到极度恐惧，也不是接飞刀的时候，可以定投，但是不是一次性大量的买入的时候。话说有一些好的股票大家不用怕，但是有一些股票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暴跌了 25% 的这个 IBM 它是一个什么位置？它是处于一个自己采购零件记忆体都在疯狂涨价，成本上去，而这些高成本就侵蚀了它的利润。而同时它的大型主机业务销售额一度暴跌了 42%。他一问就发现别的企业都把预算去买其他的 AI 服务器了，而它的量子计算机业务看起来非常性感，但是现在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时候，还是概念，短期成不了利润。所以像 IBM 这种的，它跌得多就去接，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再说一下特斯拉跟 SpaceX 这两个是一类，都在转型，赌的还是马斯克这个人。特斯拉现在的电动汽车开始不赚钱，它的资金所有的现金流可能都要投入到 TerraFab 里面，要建造更多的芯片，它要往人形机器人芯片制造转型。SpaceX 画的是星链太空数据中心的这个大饼，也是未来。SpaceX 要买我以前给大家看过这个图，就是要等消化一下横盘这个时间才能买。大家期盼的 SpaceX 跟特斯拉在未来合并，可能会有一波新的炒作，但是这其中到底会经历多长的时间都不确定。所以根据各种的估值模型Investing.com 里面的，如果他们的公允价值慢慢的接近，我认为是可以逐步布局的时候。最后跟大家再强调一下，炒股千万不要加杠杆，不要买什么3倍的海力士什么元大正2这种的杠杆 ETF。 我在帖子里面就提到一个赌徒破产理论，数学家用数学公式算出来，只要你加杠杆频繁交易，你交易的越多时间越长，那你最后断头爆仓的几率就越接近100%。很多人最近一波一下子就都破产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赌徒破产理论。为什么开赌场的他总是稳赚不赔？就是因为开赌场的在各种的游戏里面有一招叫做庄家通吃通杀，不管你是买多还是买少，只要出什么3个点或者是18点，庄家就通杀所有人，一下把你的筹码全部都赢走。庄家赢的几率不是和散户一起抛硬币永远抛一抛都是50%的几率，因为有了通杀，庄家赢的几率就是51%、52%、55%之类的。而且如果你是无限次的玩游戏，你不往赌场里面投钱没有钱补仓，那庄家只比你高1%的优势，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你买卖的次数的增加，逐渐的把你的钱全部都赢光就1%的几率，一会儿赢你1毛钱1毛钱，直到把你所有的钱都赢走。整个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用 AI 进行量化交易的庄家，再加上交易的手续费的摩擦，还有各种的信息不对称，
股市中庄家的赢钱的几率就高于51%。所以只要你用杠杆，时间一长，一下就被断头。帖子就有人讲，2年赚了20倍，但是一晚归零。而且如果你是用杠杆1-2年赚20倍的这种情况下，会对你的大脑产生非常大的刺激，就跟吸毒了一样。当用杠杆赚到几百万美元、几千万美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大脑就变了。而断头的几率是100%，如果他把钱输光了以后呢，他就会认为整个世界都没有意思了只有加杠杆、炒股票这一条路了。因为干别的事情都赚不了那么多钱嘛，他已经觉得没意思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少动多看，市场最终会意识到谷歌在赚钱，使用 AI 的云服务器的企业在赚钱。等到战争再次停止，海峡再次打开，石油下降，那股市就会再次起飞。不用杠杆，你就拿着这个股票就等着吧。好了，感谢大家，请多多留言，我都会看，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做影片解答。Investing.com 的专属优惠，月底是最后的机会，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股票都加进去，随时观看它的公允价值，也可以跟着里面的 ProPix AI 进行学习投资，链接在我的置顶留言里面。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